这上午有一位相亲男士来找我找对象啊，简直了2个多小时呀，把控全场呀，狂嗨2个多点，简直是啊，狂拽炫酷，邪魅霸道。哎呀，我捧哏捧得太累了啊，最后不得不打断他呀。这男士呢是90年的啊，这个做销售的，年收入不明，我就跟他沟通啊，让他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。好了，开始了啊。这个男士呢是大专学历，关于学历啊，男士就说呀，自己从小到大啊都没有认真学习过，但只要他想学，那成绩啊就能好到让人羡慕。曾经有一次做数学题啊，他自己一下子就想到出了4种的解题方式，而那道题呢，他们全体的这个数学老师啊和学生啊都做不出来，这让老师们很没有面子啊。从此啊，这个数学老师就针对他，给他穿小鞋儿。总而言之啊，简直就是天赋异禀，人间罕有的读书奇才啊。但由于啊自己看不上数学老师，再加上这个数学啊只做难题，导致最后啊自己高考失利啊，才考了40多分，只能上了个大专。如果啊当时再努力一点，这北大清华对他都不是问题。哎，学历这事儿啊，我大概是清楚了，我就问了他一下这个工作情况跟年收入这一块。他呢先是又从大学铺垫了一下啊，虽然是专科，但是他依然天赋异禀啊，从来都不去上课，考试成绩那牛的都不行啊。接着呢才讲到工作，他做销售的，那业务量那是全公司最高呀，业务能力好到一塌糊涂。但因为受不了自己年纪轻轻啊赚太多钱啊，就跳槽去了隔壁家的健身房。我问他，我说那你年薪到底是多少啊？他说啊，这个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他去了新公司啊，依然凭借着天赋异禀啊，让他在新公司里面是业绩爆棚，别人一天能卖几张卡，他一天能卖上百张，这整体核算下来一个月至少7、8千块钱。听得我是目瞪口呆呀，确实佩服这样的奇才。我又问他，我说这个车房情况到底怎样啊？他一听啊，喝了口茶说呀，想当年啊自己年纪轻轻啊，月入那么多的时候啊，他就很聪明的意识到一定要买一套房子，于是就按照自己的身价去看了很多的楼盘啊，有的呢是这个3、400平的别墅，还有呢有1、200平的洋房。当时啊想着一次性付款，后来又担心啊楼盘万一有一天崩了，这跳水了怎么办？本着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啊，于是啊他就买了一套70多平的房子啊，贷款了50多万，现在每个月还贷2000多。这关于车呀，他说这个人呢总是要返祖的，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有钱人呢不喜欢这个城市啊，愿意去乡下种地？同样车也是，那是反人类的东西，多少人上班迟到，多少人堵车呀，所以我选择坐公交。关于他的生活圈子、家庭圈子啊，他也简单的做了个介绍，总结一下就是啊，他不仅自己牛，他的朋友啊也是各种牛啊，混得最差的那个也当了公务员了。哎呀，我跟王八们啊在边上呢直接就听呆了呀。最后呢，我也是实在是有事我忙不开啊，也没时间过多的跟他沟通了，我就直接拒绝了他，明确的跟他说啊，想找对象先要脚踏实地，30多岁了不能这么飘了，改口嗨的毛病，不然这辈子想找真心过日子的对象真的很难的。口嗨不是病啊，嗨起来嘿嘿要人命啊。哎呀，今天没让一姐们给我整破胆啊！36岁离异不带娃，大专学历做服装销售的，来找我找对象。哎呀，列了整整6条择偶要求，跟我说呀，哎呀，这是最低标准了，可以全国征婚，哎，地区不限。王八听了都得摇头啊，你还是限地区吧，搁一个地儿霍霍也就无所谓了，你别搁全国都知道啊。这6条择偶要求如下啊，第1条，男方是40岁以内公司高管，年收入不能低于40万。哎，第2条，长相帅气，有眼缘，会打扮，哎，身材好。第3条呢，固定资产不能低于1000万，存款不能低于7位数。我的娘啊！第4条啊，房子面积不能低于140平，如果在北上广1线城市，可酌情放宽到120平。车子是 BBA， 售价不能低于50万。这第5条，学历啊，985、211重点硕士以上学历，理由啊，人家学历低，那就得找个学历高的。这第6条，父母家庭呀要有一定的实力，做生意做买卖，家庭年收入得7位数以上。哎呀，这大妹子啊，一气呵成，思维逻辑是异常清晰啊，一看毒鸡汤就没少喝呀。听完咱仨不得不佩服。我问他，我说你不觉得你这择偶要求有些不切实际吗？他反问我，哪里不实际了？现在光棍多了去了，我怎么就不能找个好的呢？这个我什么条件不重要啊，我是女的，能给他生孩子，把家里给他照顾好。再说呀，我长得漂亮。哎呀，这位姐姐，我是不忍心刺激你啊，我觉得我已经是仁至义尽，你动不动就得刺激我就不地道了。你穷买不起镜子没关系，我批发给你，我白送。这姑娘不愿意我说她啊，说自己已经错过了一段，那如果这段再找不好啊，那自己干嘛要结婚嘞？哎呀，我一看这架势，那又没人求着你结婚，你这还委屈起来了。她说呀，这要求啊是最低了，哎，我不想妥协，要不宁可不嫁。
听得我是真的那个无语啊。你用妥协这个词，我就觉得很好笑啊。什么是妥协？北大清华录取分数线700分，你考了705，那在清华选不着好专业，只能去冷门专业。这个时候你为了清华这个牌子，你选择妥协，或者退而求其次，你选择其他985的热门专业。可你明明就只考了400分，然后问我要不要妥协，你觉得你有可选择的余地和讨价还价的资本吗？这姑娘说听不懂，不重要啊。跟我说呀，自己也不差，有车有房有存款6位数，吃喝不愁的，干嘛要嫁给条件不好的？那不是好白菜让猪拱了吗？好嘛，姐姐呀，真的，我实在是不忍心怼你了啊！你啥时候见过好白菜有剩下的？那些贱卖的都是卖不出去的，晚上没法了，打折处理了，切吧给喂猪了。你自己明明就是觉得亏了屈尊了下架了，让别人给捡到宝了。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啊，这个本质就是在于你太高估你自己了。这话一出，给这姑娘气的啊，说自己条件很不错呀，他们都夸她好看且年轻，而且身材火辣，这个皮肤保养的很好。听的我是觉得这姐们啊，脑子是有点拎不清了。你觉得一车再好，法拉利开个10年20年，它发动机是不是得生锈吧？你搞不好上路啊，它都得漏油。这个年纪啊，本来最大的魅力就不是比年轻好看了，你非得整的外面锃光瓦亮，那咋地？别人不开车吗？这一开车质量好坏还不清楚吗？这顿输出给这姑娘气够呛啊，说我物化她，我是真没那意思呀。你这择偶要求，那不就是大白天做白日梦吗？真的别怨我说话不好听啊，实话就这样，你得分得清楚现实情况。我个人用的99新的一手奔驰，我半年我就算再怎么造出22000公里来，你觉得我可能1万块钱包过户给你吗？现在啊，你是离异，而且大龄，你都熟透了，你应该明白一个道理，你压根就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好。接着呢，这姑娘就拿出她的好多照片啊给我看，那意思就是证明啊自己的颜值啊。这世上啊80%的相亲女人都觉得自己颜值中上，那剩下20%里面还有一半啊觉得呢自己是美若天仙呀。那是因为在这个社会上没有人会舍得对你说大实话的。我妈还天天夸我长得比嫦娥都美嘞，这话你要听心里，我都觉得那思聪见了我都心动啊。你这不是扯犊子吗？反正啊，我劝这姑娘啊，那放低要求，找个离婚的，有稳定工作，人品好的。结果让这姑娘给我一顿怼我，说我故意啊是用它消化我这边的光棍资源。我的妈呀，我这边的光棍你还真不一定能配得上啊。您快出门啊，往右转，我这边不伺候了。有些人你找对象啊，总说自己不想将就不想妥协，你得先搞清楚你到底是向社会妥协还是向你自己妥协，别两眼跟了抹了猪油似的啊，看不清。来找对象要车要房要100万的年薪，还要几年收入的彩礼，那是男人傻还是你傻，还是我这池子里的王八傻啊？看门没看住呢，老是不自量力呢，点钱都不知道怎么嘚瑟了你。给你们讲一个很真实的故事啊。有一对男女通过相亲认识，男方是29岁，女方27岁，两人条件差不多，算得上门当户对，脾气性格都很温和，善解人意。谈了有将近1年，准备谈婚论嫁。男士呢主动问这个姑娘，你爸妈打算要多少彩礼？姑娘不明白啊，一脸好奇的就问男方，你为什么不问我打算要多少彩礼，而是要问我爸妈？男友呢是一脸正经的跟他说呀，嫁女儿是大事，你一个人说了不算。后面呢这个姑娘就说呀，我不要彩礼。男友说呀，彩礼的事情你说了不算，你问问你爸妈。于是呀，他就当着男友的面呀，给他爸妈打电话，妈，你跟我爸打算在我结婚的时候要多少彩礼？女友的爸妈呢，特别实在的说呀，要什么彩礼啊？他对你好，咱呀不能把利益看得太重，容易伤着感情，只要你们年轻人好啊就行。姑娘呢又追问，咱们老家不是说最近几年都流行要一些彩礼吗？那我姨家的那个姐不还是要了20万吗？你们怎么不多要点，留着养个老啊？毕竟养大我20多年也不容易。女方妈妈用很不屑的语气说呀，自己家的事管别人干嘛？我不缺吃不缺喝的，正是因为我把你养大了，所以我才不愿意落得一个要彩礼卖闺女的妈名。再说了，彩礼和嫁妆都是图吉利的，不能带着算计心，贪这些东西啊，我心里也不安的。姑娘问，可是他们都说这彩礼啊都是一个保障，万一我不幸福离了，起码我们还有钱呀。姑娘妈妈呢就说，女儿，你这个思想呀，彩礼和你幸不幸福那是两码事，要了这么多的彩礼你就能幸福了吗？什么保障，还不是那些人为了要高价彩礼遮盖自己的嘴脸才说的。我希望你幸福，遇到人品正、肯努力、有责任心的丈夫，彩礼不重要，你幸福才重要。如果有一天你变得不幸福了，你觉得给我多少彩礼，我心里会开心吗？姑娘继续问父母，那你们打算给我一点嫁妆吗？姑娘爸爸呀抢着回答说呀，嫁妆肯定是要有的，那是我们给女儿女婿的心意，
但是也给不了多少，毕竟我们也只是领一个退休工资。希望你们啊小两口能够把日子过得好一点，但你们年轻人还是要靠自己努力的。什么嫁妆彩礼啊，都是不能长久靠这些过日子的。挂了电话，姑娘笑着对男友说：“你现在相信了吗？我不要彩礼。”男友来了一句：“啊，你爸妈真实在，你也真是，养你这么大了，你还胳膊肘往外拐，和我穿一条裤子。”姑娘说：“呀，我跟你以后是一家人呢，我不拐你，那我拐谁呀？”后面呢，两人就嘻嘻笑笑的打闹起来。不一会儿，这姑娘就问：“啊，那你能接受多少彩礼呢？”男友哈哈的回答说：“呀，我也没有想过太多，我就合计了，我手上就这些钱，你要的话，我大不了都给你就是。但是我不能接受的是，我手上明明有1万，你却跟我要10万，没有10万却要逼着我去啃老，要去四处给你借钱，完全抛开了爱情不娶也不嫁的样子，太让人心寒了。”姑娘笑着说：“呀，放心吧，那些事儿啊，永远都不会发生在我身上的。”然后男友就抱着这个姑娘，感谢的说：“呀，你的理解让我愿意对你更好，彩礼啊，我也不能亏待了你。”订婚那天呢，男方出了10万的彩礼给了女方，买了3金，买了新衣服。女方父母呢陪嫁了6万，外加电视机、洗衣机、冰箱、洗碗机、3台空调以及一套实木家具和床上所有的用品。在现场的女方爸爸说：“呀，我有一个很爱的女儿，还有一个很努力的女婿，他们性格合适，彼此恩爱，我们从一个小家变成了一个有爱的大家，他们是我这人生当中最珍贵的财富。”结婚之后的3年，女方生了2个孩子，男方在外面打拼工作，家庭和睦幸福，所有的干劲儿都在工作上面，从年薪5万的业务员一直干到了10万的主管，又到了年薪30万的经理，生活美满，工作也越来越顺利。每每谈起当初结婚要彩礼这个事情，男士就会觉得很幸福，说自己遇到了一位善解人意的妻子。幸不幸福跟彩礼多少没有关系，也许啊，这才是要彩礼最好的态度。当今的相亲现状，农村是一群男人抢一个普通女人，城市是一群女人抢一个优质男人。农村呢是女人带着孩子啊照样嫁，城市是女人带着房子也难嫁。农村是光棍一大片，城市是剩女一大堆啊。找对象呀，最大的悲哀呀，就是总想找自己配不上的人。有一个姑娘来找对象啊，今年29岁，大专学历，商场做销售的，一年能赚个6、7万，身高160啊，长相也就5、6分。她来找对象呀，说自己的要求不高啊，想找一个合得来的男人。我问她具体的择偶要求，她支支吾吾的说呀，没什么要求，主要就是看人吧，只要人好有房子就行。那这要求啊确实不算高啊，符合要求的不在少数。我问她28岁，大专房产销售，小伙子长得很阳光帅气，考虑吗？她问一年赚多少钱，我说一年在10万上下。她听完摇摇头就说呀，不行，不够养家的，有工资高点的吗？有一位31岁的男士开了一家小饭店啊，赚的还行，一年20万左右，人好也踏实。他一听啊就说这钱赚的还可以，但这工作不太好，开饭店肯定很累吧，起早贪黑的，有没有工作好一些的？我忍了忍说呀，有一位29岁小伙子，身高170，长得也很阳光，程序员，年薪在20个左右，有车有房。他一听就说不行，个子太矮了，有个子高点的吗？听完我是直接就问他呀，你明确点告诉我你要找什么样的行吗？他说33岁以内，未婚，身高180，年收入30万以上，学历本科，有房子，父母要求有退休的。我这一听，好家伙，你这要求也不少啊。我问他符合这些要求的你都可以认识是吧？他点点头说是。我说有一位男士啊，33岁，未婚，做电商，一年30-50个，也有房子，还没有贷款，父母有退休，你考虑吗？他听了之后反问我呀，条件这么好怎么还单身啊？我说这个男士啊，他长得丑一点啊，脸大，不太好找。这姑娘一听啊，丝毫不带犹豫的说不行，想要找个阳光帅气的，毕竟得为后代考虑。我又给他找了一位32岁的男士啊，做销售经理，常年出差，年收入20万左右，个子很高啊，长得也很好。这姑娘一听啊，说不行，要找个离家近的，得陪着自己的。气得我呀，忍着又给他找了一位中级版，男方29岁，长相很帅，合眼缘，身高180啊，有车有房，月薪2万多，这性格也温柔有担当，不抽烟不喝酒不打游戏，父母有退休。他一看啊，终于满意了啊。结果男士资料卡上写着不会做家务，这姑娘又说啊，不行，希望找个会做家务会做饭的。那一瞬间真的气得我不打一处来呀！王八赶紧劝我，忍一时风平浪静，千万别得乳腺增生啊！我反正呢也是没好气儿怼了他啊，你这儿不行那儿不行，挑挑拣拣，自己大专要找本科，自己160要找180，自己长相5分要找8分的，你拿我这当女娲了，你可以给你造人了是吧？前面信誓旦旦的说了半天的鸡毛蒜皮，后面又出了一堆小要求，结果前面的要求都当放了屁了。总结一圈下来，就是要找个长得帅的又多金，情商高的，还得会赚钱的。
那你找我干什么呀？你找王思聪去啊！最可恨的啊，莫过于没感觉这3个字。鬼知道你嘴里的和演员没感觉到底是什么标准啊？光有感觉这3个字啊，就造就了多少大龄剩女啊！虚头巴脑整了一堆，这叫什么？思路不清加认知错误，真的是王八想骑凤凰，白日做梦了。